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上一集结尾的时候，我们说过，记忆的本质是系统回到能量最低状态的一种自发过程，就像你把橡皮筋拉长放手以后，它会自动的缩回到最初的状态，就像它记得自己原来的样子一样。霍普菲尔德网络以非常直观可理解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神经网络的记忆方法。我们说霍普菲尔德网络记忆的方法就和橡皮筋一样，都是自发的向能量最低状态回归的过程。那神经网络的能量是什么呢？大家千万不要理解错了，神经网络的能量和我们所听到的 ChatGPT 非常耗电，要吞噬大量的电力所说的能量完全不是一回事，千万不要混为一谈。神经网络的能量和物理世界，也就是我们人类生活的世界的能量，不是一个宇宙中的能量啊。它既不是类似汽车机床传动时的机械能，也不是类似汽油煤炭燃烧时的化学能，还不是类似冰箱空调依靠的电能，更不是原子弹爆炸时的原子能。神经网络的能量只存在于神经网络之中，并不是我们物理世界所感受到的能量。存在于神经网络之中的能量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打个比方，我们知道神经网络是由节点和链接组成的，而且节点的个数和链接的个数都是有限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神经网络比作成一盒气体。这个盒子里每一个气体分子就是一个节点，每个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节点之间的链接。显而易见的是，这一盒气体一定是有能量的。使用统计力学的理论和工具，我们就可以把它计算出来。一旦我们有了气体能量的计算手段，我们就有了预测气体状态的本领。例如，当你把这一盒气体中的所有的气体分子都推到一边以后，再松手，这些气体就会逐渐的均匀的又充满到整个盒子之中，就像和你推它之前一样，就好像这一盒气体记住了它原来的样子。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把一个神经网络看作为一盒气体之后，就可以用同样的统计力学的理论和工具来计算神经网络的能量了。推导需要了解统计力学的相关知识，而且过程也比较复杂，但是结论却非常的简单。我们用上一集的霍普菲尔德网络来做例子，还记得霍普菲尔德网络吗？它的节点的取值只能是-1和1，并且所有节点之间都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霍普菲尔德网络的能量公式是这样子的：E 等于-1/2 西格玛 i 西格玛 j wij 乘以 si 乘以 sj。这个公式的意思是，霍普菲尔德网络的能量等于两个节点的值与这两个节点之间的权重的乘积。这里的 SI、SJ 就是节点的值， wij 就是 i 节点到 j 节点的权重。现在我们用这个能量公式来计算上一期那幅黑十字图形对应的霍普菲尔德网络的能量。黑十字图形对应9个节点 x1 到 x9， 对应的值分别是-1、-1、-1、-1、-1、-1，权重就像屏幕上显示的这样。要了解每个节点之间权重是如何计算的朋友，可以翻回去看一下我们之前讲存储和记忆的那一集。对于 x1 而言，西格玛 i 等于1，西格玛 j wij 乘以 s1 乘以 sj 就等于0乘以-1乘以-1加上-1乘以-1乘以1加上1乘以-1乘以-1加上-1乘以-1乘以1加上-1乘以-1乘以1加上-1乘以-1乘以1加上1乘以-1乘以-1加上-1乘以-1乘以1加上1乘以-1乘以-1就等于8。
同样的方法，我们再对 i 等于2、3、4、5、6、7、8、90分别计算，得到的就是888888886啊。最后我们就计算这一副黑十字的霍普菲尔德网络的能量，E 黑就等于负的1/2乘以括号8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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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个8加上6括号完就等于负的35。大家要先记一下这个数字啊，方便之后对比。还记得上一期里面这一幅黑十字图被一个小孩给弄坏掉了，变成了屏幕上显示的这样了，整个右下角都坏了。这一幅坏掉的图像对应的霍普菲尔德网络的9个节点 x1 到 x9 的值就变成了-1、-1、-1、-1、-1、-1、-1。可以看到其中有3个点的值和原来是不一样的。上一集我们已经向大家展示了霍普菲尔德网络神奇的记忆能力，这张坏了的图像可以通过网络的链接权重来恢复如初。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见前面的第36集啊。这里我们单单计算一下这张损坏后的图像的能量。同样对于 x1 而言，西格玛 i 等于1，西格玛 jwej 乘以 s1 乘以 sj 就等于0乘以-1乘以-1加上-1乘以-1乘以1加上1乘以-1乘以-1加上-1乘以-1乘以1加上-1乘以-1乘以1加上-1乘以-1乘以-1加上1乘以-1乘以-1加上-1乘以-1乘以-1加上1乘以-1乘以1就等于2。同样的方法，我们再对破坏后的图形的 i 等于2、3、4、5、6、7、8、9分别的计算，就得到的是2、2、2、2、-4、2、-4、2。最后计算这幅破坏后的图形的霍普菲尔德网络的能量，就是1坏等于负的1/2乘以括号2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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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加2加-4加-2就等于-1。还记得前面黑十字图形的能量吗？对的，-35。图像破坏以后，能量就提升到了-1。显然-1是大于-35的。此时此刻，我们就把神经网络的记忆和物理世界的基本规律统一起来了。物理世界里，橡皮筋拉伸以后，能量就上升了。当你放手以后，它就会自发的回到最初松弛的状态。一个盒子里的气体，当你用手去捏它的时候，它就会被压缩，它的能量同样上升了。当你放开手的时候，盒子就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神经网络的记忆本质和橡皮筋瓶子里的气体是一样的，都是能量从高到低的自发过程。如同计算气体的能量公式可以预测气体的状态一样，神经网络的能量公式也可以预测神经网络的状态。当我们训练一个神经网络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找到一组权重的组合，使得这个网络的能量最低。此时也就是能量最低处的网络状态，就是可以被预测的平衡状态。这个状态就应该是你希望的图案的样子。无论是我们这个只有36个参数的黑十字的霍普菲尔德网络，还是拥有数千亿参数的 ChatGPT， 原理上都是如此。这个时候有朋友一定会问，我们霍普菲尔德网络表示的黑十字只有一张图，但是大型的图像识别神经网络可以识别数以万计的图形啊，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用第35集中 Fashion and Nist 的10种图片来做例子。第35集中，我们搭建了一个前馈神经网络，可以识别10种图片，分别是 T 恤、裤子、套衫、裙子、外套、凉鞋、衬衣、运动鞋、包和裸靴。我们用了6万张训练集的图片，标定了这个神经网络的权重和偏置。也就是神经网络通过对这6万张图片的学习，确定了自身权重和偏置的值。
这个学习的过程本质上其实就是把这10类的图片对应的神经网络的能量变成了10个最小值，其他任何图片的样子或者组合所对应的网络能量的值都会大于这10种种类图形的能量。比如，如果你输入一张猫的图片，它对应的网络能量值就会很大，就无法识别了。这样，当网络再次看到这10种类型中任何一种图片的时候，在网络权重的帮助下，网络就会自发的收敛到和它最像的那个最小值上面，也就是网络会自发的达到它的平衡状态，而这个平衡状态就是某个图片的样子。换句话说，就是网络可以凭借之前学习的记忆，记住它和之前的10种图片的哪一种更像，最终做出正确的判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这一篇2020年发表的论文。Your classifier is secretly an energy-based model, and you should treat it like one. 然后新的问题就又来了，能量的高低又是如何变成一个概率的呢？我们知道，判断一个图形是裤子还是凉鞋，神经网络最终输出的是一个概率值。能量和概率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概率又是怎么变成熵的呢？留给本集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且听下集分解。都已经看到这里了，就顺手点个赞加个关注吧。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主播一起讨论啊。那么我们下期再会。